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峰峰，今天为大家带来微星这台掌机的上手体验。这台掌机我上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出视频，是因为英特尔的游戏性能，你们懂的。所以游戏测试部分大家可以不用抱太大期望。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它的硬件与设计方面体验如何。外观上它与我们的 ROG Ally 来不能说是非常相似，只能说是大致相同。这简直就是一个 ROG Ally 来的黑色版本。大家看看这些摇杆按键布局啊，包括这个功能按键排布都基本相同，扬声器都在正面底部两侧，并且 logo 也都在屏幕底部边框。握把区域凸起的设计也基本相似，就连这个屏幕大黑边都保持一致。但对于背部的设计呢，我觉得微星这台更胜一筹。超大面积的散热进风口，它的散热能力一定非常强。但背键呢，无论是位置还是按压手感也都差不多。机身底部也是有一丝神似，唯一一个微星的亮点，我觉得是这个可以发光的按键。按键采用双注塑工艺，中间是透光的，看起来还挺高级的。顶部有一排散热出风口，中间的网状结构是硬塑料材质。这里赫然写着出 gaming， 不知道会不会自动删游戏。接口方面呢，不得不说，它也把 ROG 的精髓学去了，就是这个 TF 卡的位置啊，在散热出风口的上方。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出现同款烧 TF 卡的情况。除 TF 卡插槽之外，它还拥有一个雷电4接口，以及一个3.5毫米音频接口，还有音量键，以及带指纹识别的电源键。电源键旁边还有一颗指示灯。实测 TF 卡插槽读写闪迪 TB 黑卡速率如下：通过雷电4接口是可以外接显卡扩展坞的，这个确实要比只能接自家显卡坞的 ROG 要强一些。但是只有一个 C 口，微星还是学到了精髓。另外，这个 RGB 光圈微星做的要更粗一些，我觉得是要比 ROG 掌机好看一点的。重量方面 ，ROG 掌机重了118克，虽然微星掌机要重上一些，但是它的电池来到了53瓦时，是要比 ROG 掌机40瓦时电池大上不少的。整体的体积也是微星掌机更大一些，握把部分微星掌机也要比 ROG 掌机厚上一点点。但是对于持握手感，微星背部的握把凸起有点太多，并且棱角有点太分明了，所以握起来感觉不如 ROG 掌机的人体工学握把做的合理。不过也都在舒适的范围之内，加上它的摇杆按键都呈斜向分布，大拇指使用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。但是这个背键的位置有一点点奇怪，尤其是在使用尖键时，让我的中指有点无处安放的感觉。屏幕方面也基本跟 ROG 保持一致，7英寸 1080p 分辨率，120赫兹刷新率，原生横屏，也支持可变刷新率，可以在英特尔控制面板中开启。实测屏幕最大亮度可达480尼特左右，色域覆盖与 ROG 也基本相同，所以我严重怀疑这就是同一块屏幕。但不同的是呢 ，ROG 出厂色准还不错，但是微星有些偏蓝，使用校色仪校准后观感不错，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。另外，在1/4快门下可以看到全亮的无频闪，可以放心使用。不过这个 RGB 灯效闪的倒是挺有节奏感。屏幕实际观感这里对比 ROG 掌机。与屏幕同样重要的音质方面，微星的表现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按键方面 ，ABXY 十字键键全部采用导电硅胶方案 ，ABXY 设计的比较饱满，键程较长，按压力度舒适，反馈明确且有力。十字键采用圆盘方案，键程与按压力度都比较不错，并且搓招手感也不错。但是这个尖键我不太喜欢，手感软糯，回弹不是特别饱满，感觉很肉，并且只能在侧面向下按压，加上之前提到的背键位置的问题，让尖键按起来不是特别舒适。背键手感清脆，触发力度较轻。扳机应该是霍尔扳机，手感也还不错，键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。实际调教很优秀，按压手段存在一定虚位，末段无虚位，线性值变化非常均匀，但是在松开扳机时会有很大的撞击声，甚至会有点扰民，不如 ROG 的扳机。摇杆使用了霍尔中号摇杆，摇动行程略小于 ROG。实际调教在控制中心中设置零死区，外圈100%情况下，中心点仍然会存在死区，可以感知中心点吸附，但是十字方向死区控制得很好，感受不到十字吸附。在 Select Start 下方是2个控制中心按键，短按左侧可以呼出控制中心，右侧可以呼出快车菜单。这个软件的体验怎么说呢？
仅次于拯救者掌机，就是难用的程度仅次于拯救者掌机。先不说好不好用，就是这个低分辨率的 UI 设计就让我根本不想打开它了。这不还出现显示 bug 了。控制中心里我最看重的功耗调节部分也不太好用，有3个预设档位，插电和不插电对应的 TDP 都不太一样，并且微星掌机没有像 ROG 一样标记好每个档位对应的 TDP， 而手动调节部分也只给到了我们最低20瓦的选项，可见微星对于英特尔低功耗的表现是多么的不自信。好在东东的体感助手可以成功锁住 TDP 功耗，具体性能。硬件方面 ，Ultra 715H 16+1T， 内存频率运行在6400兆赫兹，硬盘规格没有检测成功，实测读写速率如下，反正不是太快，跟 ROG 有一定差距。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 BE202， 支持 WiFi 7，电池容量出厂设计为52.8瓦时，在低电量关机状态下，充电功率可达56瓦左右，实际续航表现应该比较不错。我们后面测试。散热方面，微星掌机确实给了我惊喜，得益于双风扇的优势设计，在插电40瓦 TDP 下进行双稿测试 ，CPU 功耗真的可以一直顶在40瓦持续输出，在室温25摄氏度下，此时的 CPU 温度在89摄氏度左右，而风扇声音控制的相当惊人，仅有40分贝左右，这可是40瓦烤机测试啊！同样惊人的是它的握把区域的温度控制，除了这块区域会来到40摄氏度左右之外，其他握把部分可以说是凉的惊人，手能触及到的地方，包括背部外壳都是凉的，是低于我们的体温的，丝毫感受不到里面89摄氏度的火热。还是那句话，这可是40瓦功耗烤机测试啊，很强。另外我也测试了一下 TF 卡插槽位置，温度显示56摄氏度，不知道是否准确。整个烤机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可以稳定的保持以上测试数据。这个散热表现、性能释放、温度控制是目前 Windows 掌机界最强的，没有对手。游戏性能方面，我升级到了最新的5333驱动，正打算好好测试一番。我插电开启了性能档，结果 CPU 温度直接突破100摄氏度，然后咔咔降频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测散热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到了游戏开始拉胯了？我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去研究问题，结果竟然是因为控制中心里面风扇模式自动变成高级模式导致的。将其切换至自动模式之后，温度就正常了。于是我又硬着头皮测了下去。在2077中，将微星掌机插电拉到最高40瓦 TDP， 在所有画质设置都相同的情况下，是打不过 ROG 30瓦 TDP 的。随后又测试了不同 TDP 下的对比情况，英特尔都是失败的一方，大家可以简单过目。不过我在测试中发现，英特尔这颗 CPU 和微星这套模具组合在一起，周边功耗特别低。于是我又将微星掌机 TDP 控制在24瓦，而 ROG 设置在20瓦，此时二者整机功耗基本相同，但是英特尔阵营的微星仍然落败。在幻兽帕鲁中也是相同的情况，控制二者相同 TDP， 微星的帧数会低上不少；控制二者相同的整机功耗，二者之间的落差会缩小一些，不过还是 ROG 更高。在性能需求比较低的死亡细胞中，给 ROG 掌机设置8瓦 TDP， 它的帧数就可以来到120帧了，而微星掌机则需要11瓦 TDP， 帧数才能来到120帧。但是微星此时的整机功耗已经超过 ROG 了，好在微星有着53瓦时电池，比 ROG 大了13瓦时，使得它在续航上仍然占有一定优势。虽然游戏表现确实不太尽如人意，但是这台机器的散热表现与电池容量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它能降一降价，或者同一套模具换上8840U，或者7840U也行，它才能有一条生路。我也期待英特尔能够早日翻身，出一个神级驱动，或者出一款能耗比高一些的 CPU 给我测一测。毕竟 AMD 的780M 和显我已经玩够了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小众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是芳芳，我们下视频再见。